多年来，我从不间断地学习池田先生的和平倡言。他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的课题，并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，这成为我从事相关绿色经济工作的核心思想。大家好，我是华忠，我的爱好是阅读，尤其是池田先生每年撰写的和平倡言，都让我深受启发。我将在创价协会所学习到的和平、文化、教育的理念，尤其是协会所推广的希望的种子、变革的种子展览所启发的思维，把它一一实践在我的生活，尤其是在希望种子场上。我认识到了非洲历代运动的发起人瓦嘎利马代博士。他说，当一个人发现到他所做的工作是有任重道远的那个意义的话，他一定会在他生命中展现起无限的干劲以及力量。这让我非常的敬佩，带动了起整个肯尼亚的妇女们种了4000万棵的那个树，不只是改善了肯尼亚的那个土地，也防止了许多的这些土崩还有水分的流失，同时也改善当地的妇女的那个社会的那个地位，让他们有一份工作。联合国发现到了，然后发动了全世界一起来种树运动，总共种了几亿棵的树。这种精神是让我非常的感动了。跟池田先生讲到了自强的精神是一模一样的，相辅相成的。池田先生说到，只要一个人被 empowerment 的话，他一定会发挥出很强大的这个力量，还有那个价值。我把它实践在2017以及2019年的和平之跑。我通过一次一次的对话，跟青年部的委员去沟通交流，鼓励他们拿起这个使命，拿起这个责任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有些是拒绝，有些是不好意思想参加。但是当了解到这个活动的意义以及那个精神之后，他们都发挥出那个 empowerment 自己的力量开始在里面投入参加活动，而且还发挥出不同的那个热引力的那个效果，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力量。他们开始走入社区里面，跟广泛的民众讲起这个和平的理念。你知道吗？这2届的和平之跑里面，总共有将近4万多人在罗佛州参加了这个和平之跑，青年部带动起来的这个热引力，深深的感动到了很多的民众。其实这就是成功的关键。我之前到我现在的工作呢，让我有机会参与多项州政府还有国家经济策划的这个项目，比如说每一年的州政府的财政预算案、马来西亚计划 Malaysian Plan， 还有经济转型计划等等。尤其是在气候变化、环境保护等等呢，我也做出了多项的策划，比如说地球1小时2 hour 的运动，还有森林保护、重植计划及多项的那些绿色经济，还有环保的这些绿色蓝图等等，我都有参与其中。我记得在2014年的时候，麻坡郊外那边有一个沼泽森林，它非常的难打理。我当即呢，其实是打算要把它更换这个土地用处了，因为这个森林里面呢是在水里面的，当那个水分被排开的话呢，里面的泥土呢就暴露在空气中。这个泥土里面呢，其实有很多的那个碳储存的，它是一个 carbon 性的这个 forest 的，所以是非常的珍贵的。因为当森林被起火燃烧的话呢，里面的碳被排放出来的话呢，会造成很大的那个污染的行动。所以在 NGO 的这个解说协助下呢，马上就跟我上司去做解说以及游说，让当时的州政府呢展开了这个重植以及保护计划。因为在这森林里面呢，有一些罕有的那些植物以及动物，非常适合作为这个 ecotourism 教育性以及研究性的这个森林，共有3700公顷，保存至今，对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保护上呢起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帮助。大概2017-18年的时候在罗佛州的一个国家公园，因为它是在郊外所以它面对了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电工不够稳定，就是有时候会停电。所以呢，我就开始跟当地的那个地方政府，还有国家公园局去讨论，游说他们，让他们去接受来自这个福山市的水力电动的发电机了。这个是亚洲第一座水力发动浮动的那个发电机，配合太阳能呢，它会成为一个 hybrid 的 system。其实它不只作为这个教育的这个用途其实它还提供了每一天8个小时给这个售票处，在这个碳排放里面呢，做出了一些小小的一些力量。我记得在其中1年的和平倡言里，池田先生特别提到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个合作计划。这一个福山市以及罗佛州一个地方政府的合作呢，就是完成了这个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这个合作计划。
植田先生在和平倡言中提到，既然背后的原因是人为的因素，那么解决的方法也必然掌握在人的手中。植田先生在和平倡言里面引用了这个 nexus as push 连接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们专注去解决其中一个目标的时候呢，其实它会形成一个连锁的反应，它也会带动其中的目标。从这当中呢，我深受了启发。我在我现在的工作中呢，我积极的推动这个绿色的建筑以及社区的这个发展，这也符合了 SDG 第11项的目标。我发现到了，它也带动了 SDG 7，就是绿色能源 ；SDG 8经济的发展；SDG 13气候行动以及其他的这个目标。我也有参与国家水供的这个计划，完成了这个 SDG 6的这个协助。我也积极的推动以奖项的方式，比如说 Green Accord Initiative Award 的方法呢，来积极的推动政府部门还有私人界一起都投入在绿色经济以及 SDG 的活动上的推动。植田先生曾说，需要添加一些任何人都可以从身边开始做起的项目，令优良的连锁效应传遍整个社会。我确信，让更多的单位以及民众一起投入在环境保护上，它会对世界和平的推动产生一股很强大的力量。让我们从我们身边所能够做的事情开始行动吧。唯有和平，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生活中拥抱幸福。谢谢大家。